有一句老话说：“世人神机却无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聪明固然是好，但是把脑筋用在犯罪上则是错误的。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说一说 1MDB 事件。这起案件曾被写成了一本书，叫做《鲸吞亿万》，是由《华尔街日报》记者汤姆·莱特和拉利·霍普联合撰写而成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在《鲸吞亿万》这本书中，讲述了 1MDB 事件的整个来龙去脉。因为案件过长的原因，因此我们分成2集讲述这个案件哦。事不宜迟，小南立即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这本书的内容。谈到 1MDB 案件，就一定要提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刘特佐。根据资料，这个人是主导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也就是 1MDB 案件的主谋。他操纵了整个 1MDB 公司掏空的计划，犯下洗黑钱、盗用公款等罪行，所滥用的金额竟然高达35亿美元。1981年，刘特佐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乔治市，现今40岁。他生于大马一个有钱的家庭，家族经营着大马综合工业集团旗下拥有大量房地产、工业制造和高科技产品等多项产业。他的祖父刘明达原是泰国华侨，于1960年移居槟城。当年主要业务范围以房地产业以及其他多元化出口贸易为主。家中育有3个儿子，并在当地的汉江小学和中陵中学接受教育。刘明达的儿子刘福平既是刘特佐的父亲，出生于1952年2月20日，刚好赶上了1990年熊市后的大增长，赚了一笔钱。因此，相对平凡人家，刘家3代都比较富裕，所以小时候的刘特佐就被送到马来西亚槟城的国际学校就读。后来，他又有机会到英国的哈罗公学就读。这所学校是一所位于英国伦敦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随后呢，他也认识到了一些比他更有钱的富家子弟，包括欧洲巨富罗斯柴舍尔家族汶莱苏丹的儿子以及来自中东和亚洲皇亲贵族的子弟等等。因此，刘特佐和他们相比却变成穷人了，所以他就立志无论如何都要变得更有钱，并且经常邀请同学到自己的家乡槟城游玩。由于家里不够气派的缘故他都会借游艇和豪宅招待同学。到了大学，他就读于美国宾州的华顿商学院，这是一所非常知名的商学院，包括伊隆马斯克、川普、巴菲特等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刘特佐在这里主修金融，在这段4年的大学生涯里呢，刘特佐渐渐认识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名流子弟，特别是来自中东的政商家族。有一次，刘特佐去了一趟阿拉伯联合国的首都阿布达比，并拜托友人让他有机会和年轻的外交官见面吃饭。这人叫做欧泰巴。欧泰巴是阿布达比前石油部长的儿子。因为当时的欧泰巴想要打入中东的皇室家族，可是自己擅长的是外交，对做生意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因此，华顿学院出身的刘特佐和欧泰巴就这样大谈未来亚洲、中东的投资机会，然后赚大钱什么的，2个人可谓一拍即合。随后，欧泰巴便介绍刘特佐认识了一位叫哈尔顿的年轻人。这个哈尔顿是非常出色的人才，不到30岁的他就已经掌握了国家的庞大资源。阿联酋主权穆巴达拉基金，这是一个主权基金。主权基金就是以外汇储备国家税收、自然生产所得盈余等的收入所建立的基金。然后政府就用这个基金里的钱去发展投资国家的软硬体建设。此外呢，这个基金是用石油的资产作为担保，到金融市场也就是股市，以募资的方式作为资金。简单来说，就是用国家石油出口赚到的钱去股票市场筹募资金，发展国家的建设。就这样认识了哈尔顿后呢，让刘特佐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赚钱。由此，他心生念想，抢占到国家重要职位，这样就可以随意动用国家的资产去金融市场上募资，那才叫赚钱
刘特佐回到马来西亚后呢，立刻成立了银盾集团投资公司，这样他就可以说服别人，他有本事可以引进外企进入马来西亚投资，作为一个中间人，也就可以掌握马来西亚投资资产。然而，这个计划还欠缺一个机会，一个进入马来西亚政要的机会。2007年，马来西亚主权基金国库控股打算在马来西亚的柔佛进行土地开发计划，也就是伊斯干达经济特区。这计划是要把柔佛打造成繁荣城市。消息一传出，刘特佐马上联络国库控股的主管，并把他介绍给欧泰巴，再加上负责这个穆巴达拉基金的哈尔顿。这样一来刘特佐就成为了马来西亚与中东国家合作发展的重要人物，渐渐的在政治中崭露了名声。事后，他把这个功劳给了当时还是副首相的纳吉。当时2008年为马来西亚第12届大选，纳吉因此借助这个战机去争夺首相一职。虽然刘特佐在这次外交中没有赚到1分钱，但纳吉欠他的这份人情却成了 1MDB 的始端。当时刘特佐面临了一个大难题，就是他旗下的银盾集团向银行借钱发展伊斯干达经济特区的请求被拒绝了，原因是银行觉得银盾集团背景不够雄厚，无法承担那么大笔借贷。所以刘特佐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了一家阿布达比科威特大马投资公司，然后送这个无需付账的股票给欧泰巴、科威特皇室、马来西亚高级官员等等，这样外界就会觉得这家公司拥有那么强大的背景，银行就会借钱给刘特佐发展这个伊斯干达经济特区。刘特佐随即利用这些钱买下了2家建设公司和经济特区里的一块土地。事后，刘特佐在南非的东部印度洋上一个名为塞西尔的群岛国家注册登记了2家公司，其实这2个都是空头公司。而且他还故意把这2个公司的缩写名称取得和阿布达比投资管理局 ADIA、科威特投资管理局 KIA 一样，以便让外界认为这2个刘特佐开的空头公司和2大主权基金有关联。这个庞大的虚伪背景，在2008年科技还不比现在的年代，自然能蒙骗了许多人。注册好公司之后，刘特佐开始放出消息说，穆巴达拉基金投资完伊斯干达经济特区之后，又打算投资别的项目。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就引来了当时的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伊马木的注意。刘特佐就游说泰伊买下那2个公司，还有伊斯干达经济特区的土地。最后，他们交易成功，刘特佐因此赚了1亿美元，以及成为了泰伊旗下控股公司最大的股东。然而，泰伊买到的只是2个空头公司和没有效益的1块地。这件事看来刘特佐最擅长的就是用这种高报酬回馈的方法去诱惑大家购买他捏造出来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实质没有什么用的产业去赚钱的。刘特佐从此打响了名声，外界都认为他是办得了大交易的人。此外，除了马来西亚，连华尔街的投资集团高盛也注意到了他。尝到这次甜头后刘特佐开始想，自己费了那么多精神，利用了那么多关系，才赚到这一笔大钱。心想，如果是哈尔顿，就不需要那么费心思了，因为掌握着国家资源，就能自己说了算。因此，刘特佐策划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谋，打算成立一个由自己去控制的国家主权基金。首先，他看中了马来西亚在海外拥有丰富石油田和天然气资源的登嘉楼，所以刘特佐进建了登嘉楼州的米赞苏丹，并征求把这个石油作为担保，到金融市场募资成立这个主权基金。因此，刘特佐找来了前面提到的高盛集团里的马来西亚代表莱斯纳和吴崇华，2人进建米赞苏丹后呢，并开始了冠冕专案，并由刘特佐担任这个顾问兼负责人。那么这期案件先在这里告一段落，下一集将带你了解更精彩的1MDB内幕。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觉得受到高等教育的刘特佐是一个不小心走上弯路的天才，还是一个只会投机取巧、偷鸡摸狗的人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
控股的这个国库控股注册了一家阿布达比科威特。消息说，穆巴达拉觉得这家公司拥有讲过。